我也想看那样的你，很想很想。车来了吗？哎，你怎么上手摸啊？我出了那么多汗，也不知道有没有味道。等到了度假屋，我先去冲个凉。好热啊！下一趟车什么时候来啊？我才没招惹他，是他先控制不住自己。是啊，我真的是一片好心。虽说上次自作主张给你修毛，确实是我手艺不佳。太好了，我就知道你会原谅，原谅我。喂，你们，算了，真不知道该说你俩太自来熟，还是气味相投。不仅刚见面那会儿就很快熟络起来，现在还越来越像彼此了。当然了，比如说，刚才在景点散步，你也老是玩自己的头发，先像这样一直拨弄，还绕来绕去的。头发有那么好玩吗？搞得我都好奇起来了。是吗？让我看看。好像确实长长了不少。记得向你求婚那会儿，你的头发还只是到这里。怎么了？头发长得快不是好事吗？说明新陈代谢好啊，身体健康。要不，我帮你修修发型。头发长了很难只靠自己打理吧？
只要放心交给我，这次效果一定包你满意。哎，别又闹脾气啊！我已经吸取教训，不会再失手了。怎么越来越热了？我去那边买点雪糕，很快回来。花生就暂时交给你了。等会儿趁他不注意，我们再来聊聊头发的事情。我听着呢。从博物馆出来后，搭车去度假屋，晚上逛夜市。现在的安排就很好啊，只是行程会不会太满了？总感觉你最近一直在忙着做各种计划，我不想看你累着。明明可以多倚靠我一点，我不怕麻烦的。想什么呢？现在舒服多了。怎么了？没事，一时半会儿化不了。光顾着看我，你就打算这么让手里的雪糕化成糖水啊？该不会热晕了吧？老是呆呆地坐着。对了，刚才和你说的那些话，我可是认真的。剪头发呀，度假屋里肯定有理发剪，你就放心大胆地交给我。我可是有多年记忆在身，这次包你满意。哎，你看那边。
哎，怎么这么着急？没事吧？你该不会在躲年级主任吧？你胆子可真够大的，万一他过来，把我们一起带走写检讨怎么办？啊，我都听着呢。老师还什么都没说呢，所以你也别信那些传闻，好吗？与其关注那种八卦，显示这边更加情况紧急嘛。头发确实长了不少，这里，还有这儿，简直就是公然反抗校规。唉，躲得了一时，躲不了一世。要不，等晚点我来你宿舍，帮你修修发型。怎么样，都想起什么了？是啊，为什么想起那些事了呢？触景生情，还是因为别的什么？等会儿再慢慢聊吧。公交来了，我们先去找座位。你呀，你就快点想起来吧。哎，情况怎么样？状况稳定多了，但还是不能掉以轻心。我这就去找基地管理员，问他是否接收幼鸟。啊，你在说什么？我不会带它回去的。辽哥是保护动物，怎么能这么随随便便领养？更何况，就算没有这层因素，我们还是没法养它。饲养辽哥意味着要花大量精力来陪伴它，
万一以后我没那么多空闲时间呢？说不定还会离开魏明氏，更别提和你一起养大他了。没有，没有，我只是在想各种可能发生的未来。不是常有那种事吗？高中生毕业后去其他城市，甚至国外读大学。你看，碰到这种情况，你的第一反应是叫我常回家。这不恰恰证明了，其实你心底里也不喜欢和人离别吗？是我不好，有点扯远了。哦，刚才只是在假设。我们先把小辽哥转移走，赶紧和其他人会合。大家还在开篝火晚会，我们尽快过去，这样就不会有人起疑了。啊，你这是……你瞧我，差点把答应过的事给忘了。过来吧，我们一起去找管理员。等安顿好小辽哥，我就给你理发。喂，醒醒！你刚才睡得真熟，到底做了什么美梦啊？哦，说来听听。当时我们救过一只小辽哥，最后把它交给营地管理员了。解决完那起突发事件，你又叫我留下来帮忙剪头发，为了躲年级主任，对不对？我一直忘不了那晚，第一次给你理发不敢剪太快，搞得我们错过了篝火晚会。哦，为什么会这么想？是啊，我当时也急得很，心想自己怎么会喜欢上这么一块大木头？他为什么就不明白呢？我忍得有多辛苦，有多想去篝火晚会。如果剪头发那事没有发生，我说不定会在晚会现场找个不被人打扰的角落。明知故问。你想想看啊，热血方刚的男高中生好不容易赶上篝火晚会，身边还是喜欢的人，他最想干嘛？当然是向你告白了。我开没开玩笑？你作为当事人之一，不会没有一点自觉吧？那天晚上你的表现，不管是谁看了都忘不了。
你知道我有多恨铁不成钢吗？屋外就是篝火晚会，我却没法带你过去。你就在我面前，说实话，就那样亲上去也不难。可你紧紧闭着眼睛，每隔几秒就问我剪到哪儿了。我也只能做好本职工作，假装心无旁骛地给你剪头发了。无论怎么努力冷静，我都忍不住想，他就这么在意年级主任的那些规定吗？为什么不能做一次坏学生呢？我再掩护你一次，溜去会场找个角落待着，然后我们好好聊聊以后的事，该选择怎样的未来。我想听你告诉我答案。如果气氛合适，就赶在焰火消失前告白。大概因为太心不在焉，我不小心把你的头发剪得太短了。虽然想办法补救了发型，晚会是赶不上了。亲手酿成了那样的意外，我除了有点负罪感，居然觉得很解气。这样他也忘不了今晚了。在这个集合了一切与夏日有关的浪漫元素，却对男高中生来说十分残酷的深夜。虽然有些事错过了，但至少我在趁你不注意时，留下了只有我才能刻下的痕迹。你不会还在因为我剪坏你头发的事难受吧？延时反馈？怎么这时候说这个？如果你很在意那个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终于说出来了呀。其实今天你老是玩头发，并不是在纠结长短，对不对？还有更早之前，我给你打视频电话讨论带花生度假，你也在思考类似的问题。哪怕隔着一层屏幕，你的情绪也很好猜。我知道，我很早就察觉到你的想法了，所以才在电话里说不想看你累着。话虽那么说，口头劝你大概没什么用。我太熟悉这种念头了，因为珍视某个人，比谁都希望他过得幸福。等回过神来，这份无私已经变得不那么纯粹，成了一种被私欲驱动的情感。想再看看他因我而满足的样子，在他心中留下独一无二的痕迹，所以要尽可能做更多。我在听。
在回答你的问题前，如果我说，今天你想起的那些往事，非但不是过去的全貌，还出现了一点小小的误差，你会收回刚才的提问吗？那段时光离我们太远了，不是吗？和它有关的记忆会变得模糊，甚至不再可靠。嘘，先闭上眼睛，我再给你一些提示，让你真正回想起来。当时我们就是这样面对面，你坐在床沿，我捏着你这边的头发。虽然你叫我只要修修就好，但我还是对要剪的长度没什么概念。你担心自己的头发被剪太短，其实我比你还紧张。哎，先别动，眼睛闭上，安静一点。抬头。你就这么在意年级主任的那些规定啊？我问你，算了，还是……啊？什么？怎么又提这事啊？我都说了，养鸟要考虑很多现实因素。但未来不确定的事太多了，我没法保证自己不会。你这么问我？会吗？也许那一刻在你眼中，只是我不小心剪坏了你的头发。我也想过，说不定有一天，你会连自己提到过花生都记不清了。但没关系，还有我记得。你无意中说过的话，让我明白了一件事。我接到保送通知后心神不宁，并不全是在纠结是否该离开魏明氏，或是该不该告白。原来我对你的心意，比想象中更有进攻性。如果只是单方面表明心迹然后离开，最好的结局也只是异地恋。我不要那样，我想堂堂正正回到你面前，和你一起走下去。我想和你有更美好的未来，那样的期望一定能成真，我一定会回来。你的表现让我坚定了这个想法。
原来你也这么在意我。还记得我埋在学校的时光胶囊吗？从观测基地回来后，我赶在去首都前往里面塞了一封信。当时还想着，等哪天我们一起打开它。在首都安顿下来后，我又去联系鸟类观测基地的管理员，详细询问了领养注意事项。他帮我一起联络了相关管理部门，终于申请到了辽哥的饲养许可证。确实是这样，但花生的身世不是我想说的重点。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，你都做得比想象中好得多。虽然你以前确实有点儿木头，我还因此觉得不甘心过，但没有哪一刻是虚度的。我知道你的执念在哪里。随着我们关系加深，无论你我，都会产生更多期待和欲求，从而更在意自己的表现。但有一点不会变，无论你以什么方式来回应我，我都始终信任你的决定。至于你之前问我觉得你做的怎么样，现在我大胆猜测一下，你问出这个问题时，心里早就有期待的答案了吧？我想也差不多是时候告诉你了。其实，光是看着你一步步认真往前走的背影，我都感到足够幸福。所以，就按你的想法继续向前吧，从一个岔路口奔向另一个岔路口，我一直都在。之前说，我早就对你当年的不解风情释怀了，怎么可能是真的？还是想弥补一下。你开始写了吗？哦，好了，叫我一声，我想冲个凉。怎么晚上还这么热啊？啊？可你不是说想先洗吗？该不会……哦，你其实是想让我帮你理发。知道知道，你的要求我还不清楚。万事俱备，这次我要一雪前耻。不用，只是修修发尾而已。而且就算叫你闭上眼睛，估计你还是会偷看我。既然无论如何都要看，不如光明正大一点。先剪这一点可以吗？听到了吗？
外面在放烟火，和那时一模一样。但这一次，我不想让你看那些，把注意力放在我身上，不要移开视线。要继续剪吗？还是停在这里？对了，你知道你有一缕头发特别卷吗？骗你的，只是刚才在想，也许以后有一天，你真的会心血来潮换个发型。头发会变得很卷吗？还是去拉直，或者剪短？到那个时候，我也想在你身边，看着你发型变化的过程。我说了，你可别生气啊。说不定在很远的未来，这些发丝中间还会生出白发。我也想看那样的你，很想很想。怎么感觉怪严肃的，搞得我们像在商量委托一样。什么？终于接电话了，我在宠物医院呢，刚带花生检查好身体。是啊，已经不怎么掉毛了，医生说接下来只要等换羽期结束就好。现在太阳不是快落山了吗？我在医院天台带它吹吹风。这里可舒服了，视野绝佳。我刚在找你们事务所的办公楼呢。哎，这可不算故意偷看啊，只是俯瞰整个城市的时候，第一时间想到了你。不知道此时的你在做什么呢？会不会偶尔开个小差？就像拨通电话前的我反复思念着你一样，在思念我。被说中了。我不是早就告诉过你吗？哪怕隔着屏幕，你的心思也很好猜。你也想猜猜我在想什么？当然可以啊。我准备好了。喂，你该不会在我身上或花生翅膀里装了摄像头吧？什么都瞒不住你。我之所以留在医院天台，就是在等你下班。我知道快到你下楼的时间了，所以想再等一等。你接下来没其他安排吧？问我有什么想去的地方，那还不明显吗？不要叫我那么大声的说出来啊！一起回家就好了。我身上出了点汗，想借下浴室。好，我这就和花生一起过来。等到你楼下了，再给你打电话哦。